为了帮公司签下千万订单，酒精过敏的我喝到胃出血，还强撑着工作。结果发年终奖那天，别人手里是几万块的现金红包，轮到我却是2张邀请好友才能用的听某某优惠券。新来的实习生柳如烟笑嘻嘻道：“程大哥，愿赌服输，抽到特等奖的请客哦。”向我冷脸。相处了7、8年的同事劝道：“策划是周总批准过的，程峰你消消气。如烟也是为大家谋福利，再怎么说也怪不到如烟身上。”被这么一说，柳如烟也有了底气。就你矫情，不想请客就从公司走人。更何况你业绩那么好，提成都抵我们1年的工资了，大不了你再努力，多谈几个大单。原来福利就是把属于我的那份钱分出去，然后让柳如烟承这份人情。我看了眼他们手中的红包厚度，又看着手中的未并通知单笑了笑，转手给对家公司发去信息：“不是要10倍薪资挖我吗？给你打个折。”没人察觉到我的不满，由柳如烟开口，几个人甚至开始挑选起餐厅。柳如烟找了几家消费不低私厨和海鲜自助。我们去这家吧，我一直舍不得吃，正好趁这次尝尝。还是去吃海鲜吧，这个季节正是贵的时候。眼看他要打电话定做，我冷声问道：“扣走我年终奖不说，现在还要我出钱请你们吃饭？知道的说我是销冠，不知道的还以为我是冤大头呢。”我这话成功让现场的氛围僵住。柳如烟按着手机的动作顿了一下，他看了一眼周围，不作为难道：“程峰哥，你不会是想当着这么多人的面耍赖吧？你业绩那么好，一顿饭而已，没必要这么小气吧？”我不是傻子，自然能听出他话里道德绑架的意思。但每年发完年终奖后，都是由公司出资聚餐。作为销冠，我从不缺席，即使昨夜喝到胃出血，我也输液后坚持到场。没想到今年实习生一句话就改了规则，由规定好的金额变成随机抽奖。轮到我的时候，只剩下相抵的1张特等奖。柳如烟笑意盈盈道：“程峰哥，你来得太晚了，别的奖项大家都抽走了。”我本以为是公司给我这个销冠的奖励，没想到他们想从我身上薅羊毛就算了，还要我自掏腰包请全公司的人吃饭。我在公司8年，谈下的业绩不仅算在自己头上，也算在小组成绩里。人人都知道我在组里一坨屎，个人谈下的单子能抵3、5个组的成果，说我是公司摇财树都不为过。程峰，别这么小气，谁让你运气差，偏偏抽中了这张特等奖？大喜的日子，别惹得大家不高兴。我身旁的刘姐这么一说，周围也躁动起来，纷纷劝我冷静点，别伤了和气。我面上不写，大脑却飞速的旋转起来。我明明只是因病在家办公了几天，这些人怎么一反常态，像是被柳如烟迷惑了一般，不分青红皂白。柳如烟脸上透露着一丝委屈，垂下身子，当着所有人的面鞠了一躬。抱歉各位，年终抽奖可能没法实践了，确实是我的错，没有事先过问程峰哥的意见，大家还是先把钱还回来吧。年终奖我们改日再发，至于许诺给大家的提成，因为程峰哥还没有同意，也先搁置吧。此话一出，同事们瞬间不乐意了。如烟，提成咱们可是说好的，我车都买了，还等着这笔钱还款呢。我假都请了，就等着这笔钱给老婆度蜜月，怎么能说不给就不给？就是啊，而且这是你谈下的单子，为什么要问别人的意见？这话一有所指，埋怨的目光砸到我身上。他们刚选好的包包，定下的旅游都等着这笔钱，没想到年终奖没到手，连分到的提成也要被收回。我瞬间明白了同事们态度逆转的原因，但更多的是怀疑。柳如烟才刚来了1个月，哪来的底气把自己的提成分给全公司的同事？争吵引起了不小的骚动，不知是谁通风报信。几分钟后，周总便赶来了，他神色无意，手里还提着一杯奶茶。柳如烟亲昵地迎了上去，娇羞道：“我都说了，最近在减肥，让你不要买了。”周光远笑得宠溺，温柔地开口道：“你这么漂亮，不需要减肥。”两人的互动看得周围人面红耳赤，也让他们更加确定柳如烟和自己的顶头上司关系不一般。既然如此，就更要表态了。刘姐首当其冲讲述了事情经过。周光远听后，程峰，这就是你的不对了。公司一向以人性化著称，平时的活动也是投票表决，你不能因为自己的不满就破坏公司的规定。要是传出去，还会有新人才慕名来我们公司吗？你不为自己考虑，也要为大家想想。看着周光远对我恶语相向的样子，我不由得想起出狱那天他领着落魄躲进他公司的模样。为了报答这份知遇之恩，我不顾身体，拼了命的喝酒揽客户，一步一步带着公司发展到如今的规模。但周光远变了，他怕我越级而上，开始以各种理由克扣我的工资。现在我卡点到公司，他会说我没有上进心。我低血糖点了杯咖啡，他说我不务正业，带坏新人，甚至就连我按时下班，他都要说我没人性，有了钱就忘了初心。甚至之后他更是开始分走我的提成，要求我无偿加班带新人。我都忍了，但柳如烟这个新来的实习生犯傻就算了，周光远竟然也这么拎不清。更何况如烟刚来没几天就搞定了你手里那些难啃的单子，他的工资没你零头高，人还比你能干，这样的人才我当然要重视。我皱了皱眉，这些天我一直因病居家办公，合作方们体谅我的身体，所有的会议都向后推迟了一周。看着柳如烟愈发嚣张的神色，我走到自己的工位前打开了电脑。果然，桌面上的备份文件全都不翼而飞，而且除我之外，唯一知道密码的只有我带了3年的徒弟小何了。我的目光如箭般刺过去，看着他遮遮掩掩把手中红包往后藏的努力，只觉得一盆冷水兜头泼了下来。1个月前，小何父亲重病垂危，我没有丝毫犹豫掏出了10几万，当时觉得他家里困难，就当是资助的，不需要他还钱。现在想想，我真是上赶当烂好人。周光远见我不吭声，还以为我是屈服了。程峰，你跟客户吃饭不替公司省钱就算了，还只挑那些贵的要死的大酒店。你在外面吃香的喝辣的，轮到跟自己相处多年的同事，怎么就变得这么小气了？对啊，程峰哥，酒桌文化早就该淘汰了。你嘴里那些刁难的客户，分明挺好相处的。我们那天只聊了几分钟就敲定了合作，1周后就签合同，哪像你一样，合同没定下来就拿着公款在外大吃大喝。周光远一副赞扬的模样，嘴里说着让所有人都向柳如烟学习，要给他涨工资。我从前一直以为周光远是脑子不灵光，现在看来他是真的蠢，反倒相信一个刚毕业的实习生能做出这么老练的方案。至于柳如烟，他还是太单纯了。毕竟我能稳居公司销冠宝座这么多年，靠的不仅是能力，还有我这张成为行业风向标的脸。我倒要看看，若是签合同那天我不在，那些人还会不会心甘情愿跟周氏合作？吃一顿饭对我来说确实不算什么，但是我一一扫过眼前的同事们，
这份工作对我来说也算不上什么，我辞职。这3个字说出来，我只觉得心中无比畅快。在公司任劳任怨做了8年的牛马，也算是还清了周光远的知遇之恩。而一听我要辞职，刘姐他们先慌了。要知道这些年他们在我的带领下，每个人的工资都翻了2倍不止。若是我辞职，那些复杂而繁琐的工作都要回到他们自己头上。触及到利益问题，他们更慌乱了，一句接一句的劝我。真是让人失望透顶。这些相处了7、8年的同事，我把他们当朋友，出差后免费给他们带礼品，过生日送他们昂贵包包、香水。以前对他们的好，此时却像是巴掌一般扇在我的脸上。而此时柳如烟眼中闪过一丝嫉妒，态度与方才道歉时截然不同。程峰哥，你就别说气话了，谁不知道公司福利好，待遇高，多少人挤破头都进不来。你出去找这样的新工作不容易，公司给你机会养老，你也不能得寸进尺啊。他这么一说，员工们你看看我，我看看你，劝告的话也停了。我当然知道公司很人性化，毕竟现在的福利待遇都是我争出来的，我不提，没想到他们也忘了。我当然知道公司很人性化，毕竟现在的福利待遇都是我争出来的，我不提，没想到他们也忘了。行了，周总皱着眉，嫌弃地看着我。程峰，没想到你这么斤斤计较，亏你还是陪公司做大的老员工，真是太让我失望了。柳如烟跟在周光远身旁，委屈道：我的策划案是给周总看过的，程峰哥，就算你是销冠，也不能骑在周总头上吧？何况这个提议也是每个人都认可过的，你不能仗着自己的业绩好就无视其他员工吧？他看了我几秒，心里恍然大悟般试探道：不然大家每人拿出1点钱给程峰哥凑个红包吧，算是补偿。刘姐不情愿地从自己的红包里抽出200块钱，说出来的话也有些夹枪带棒。程峰，说来说去你不就是嫌自己没钱拿吗？这样我分你200，你就别计较了。我也出200，大家同事一场，闹得这么僵也不好看。柳如烟一副果然如此的模样，看我的眼神中多了一丝鄙夷。我不想收这份施舍来的钱，也不想再陪他耗下去。因为不间断的工作和加班，我已经很多年没陪爸妈过年了。既然如此，刚好趁这个机会断干净。不用了，我知道公司的规定，这个月的工资就当做补偿，3天内我会把工作内容全部交接。周光远显然没想到我这么硬气，震惊地瞪大了双眼，他嘴唇颤了2下，气愤道：好啊，你想滚就赶紧滚，真以为公司离了你就转不下去了？我倒要看看离了我，你从哪再找待遇这么好的工作。听到老板的训斥，柳如烟在一旁挑衅般的看着我，刘姐一行人也像鹌鹑似的不说话。我又看向从刚才就一言不发的小何。小何，上个月我借给你的钱还没打欠条吧？正好趁这个时间把欠条写了。小何脸色突变，以往我送他包包首饰从来没要过回礼，10几万的巨款他更是还不起。程峰哥，这钱还要还吗？他话里带着窘迫的意味，问完自己也觉得心虚，羞愧地垂下头，一副可怜巴巴的模样。柳如烟护犊子似的把人护在身后。程峰哥，你说不过周总，也不能欺负小何啊。小何像是抓住救命稻草般躲在柳如烟身后，根本不敢看我。他家的情况你又不是不知道，你手里一个包都抵他3个月工资了。就是啊，程峰你也不缺钱，小何他爸还在医院里躺着呢。有柳如烟打头，越来越多的人站出来替小何鸣不平。我捏紧了手中的胃病通知单，我心中五味杂陈。我的业绩都是拼命喝出来的，他们这群既得利益者竟然反过来怪我。更何况我1没要利息，2没要求今天还款，只是打一张欠条，我就成了众人趋之若鹜的恶人。既然如此，那我也不惯着了。柳如烟，既然你这么大方，不如你来做这个好人，帮小何把钱还了，一共18万，怎么支付？听到数额后，柳如烟的身体僵了一下，似乎没想到我真的会要钱，张了张嘴没说出话。既然柳如烟这么想当这个大善人，我肯定要满足她。周光远一把摔了手中的玻璃杯，茶水四溅，碎片飞出，划伤了我的脚踝。程峰，你公然顶撞上司，还欺负同事，公司不需要你这种劣质员工，现在对你做出3个月的停职处理，扣光所有工资。他打心眼里觉得我只是放狠话，根本不会辞职，但见我无所谓般打印、核实、签好离职合同，整个流程只用了几分钟，心中更加气愤。我简单收拾了自己的东西，没等周光远开口训斥，扭头就走。久违的自由时间，我先和兄弟去酒吧喝了一晚上的酒，觥筹交错间，酒意入喉。从前我因为日日加班，连太阳下山都没见过，更别说出门消遣。回到家后，我发现柳如烟更新了朋友圈，是公司全员的聚餐合照。柳如烟和周光远站在中间，举止亲密。放大来看，去的是市里排得上号的私厨。看这个架势，公司包下了整个餐厅。为了替柳如烟争口气，周光远还真是舍得。我没理会公司群里的狂欢，趁着这个时间告知了所有合作方我从公司离职的消息。即使我表明之后的工作会有其他专业人士跟进，合作方们也表示怀疑。我公事公办的解释了几句，便没再回复。毕竟安抚客户情绪不是我这个离职员工该插手的。
但让我没想到的是，不仅对家公司同意了我的求职申请，连金氏龙头恒隆的助理也主动联系我。程先生，如果你有意向，恒隆永远欢迎你。程先生，如果你有意向，恒隆永远欢迎你。我没有与恒隆的人交流过，一是因为见不到，二是公司的体量还没有资格搭上恒隆的线，他们能主动来找我，确实让我很意外。没等我回复，对面的状态又变成了正在输入中。下一秒，一份工资单传了过来，我震惊地揉了揉眼睛。我的天呐，恒隆开出的月薪已经赶上周氏集团的年薪了，这不去傻子哟！我痛快利落地签了合同，并承诺3天后入职，扭头却收到了账户里的扣款通知。没等我高兴太久，公司大群里突然冒出几十条消息。柳如烟在群里艾特我：哲峰哥，谢谢你请我们吃这顿饭。如果你以后找工作遇到困难，我可以帮你介绍几个厂子，虽然累点，但工资还是很高的，同龄人也更多，你肯定不会无聊。我没有理会他的挑衅，而是疑惑他为什么要感谢我。我翻到了聊天记录里晒出的付款截图，这些人竟然吃了6位数。周光远在下面也跟着回复道：程峰属于非法离职，厨房补、车补，这个月的提成也全部扣除，这个钱就当是给如烟的奖金，大家要向他学习。柳如烟在群里回复了一个娇羞的表情。不好意思啊，程峰哥，毕竟我在实习期就谈下了你3个月都搞不定的大单，今天这顿饭我帮你付。不知是谁打头，如烟大方4个字在群里刷了起来。我看得有趣，也在群里发了一句相同的话。刷屏突然停了，柳如烟以为我是气疯了，还在群里安慰我，毕竟提成的钱是笔不小的数了。但我确实不在乎，因为从前那些已经合作过的客户，在听说我离职的消息之后，纷纷表示不再续约。真是丢了西瓜捡芝麻，这笔损失可比提成要大得多了。我先归家看望了父母，卡在最后一天时才来到公司处理私人物品。柳如烟踩着恨天高，纤细的脖子上是一串价值不菲的满钻项链，姿态张扬。她手里捧着几份文件，想必是今天要签的合同。周光远走在她前面，故作惋惜道：程峰，你确实是个人才，这样如果你之后后悔还想来我这儿上班，我也不会把你赶出门的，只是工资就没有现在这么高了，毕竟是从实习生开始。我笑了笑，语气不卑不亢：不劳周总费心了。周光远冷哼一声，心里笃定不出3个月我就会求让公司收留我。离开的时候，同事们欲言又止，身体却始终没有从座椅上离开。出了公司，我直接打车前往恒隆集团。另一边已经过了约定的时间，合作方却还没有前来。周光远着急的在办公室内来回踱步，柳如烟却一点也不慌。周总，你放心，那些人我都谈好了，不会出意外的。下一秒，手机铃声响了起来。周光远看清备注后急忙接起，那边只冷冷扔下一句话：周总，我司经过多方考量，最终还是决定不与合作了。没等周光远拨回去，一个接一个的电话打了进来。周光远脸色铁青，腿一软跪在了地上。柳如烟终于意识到事情的不对，急忙跑过去把他扶起来。周总，那边说什么了？是不是路上堵车？周光远胸膛里憋着一口气，差点上不来。他重重咳了2声，猛灌下几口水，砰砰2声，前台带着几个西装笔挺的人敲开了办公室大门。柳如烟急忙迎了上去：是来签合同的吧？快请坐。周总，我都说了，别着急，你把事情交给我，绝对不会出意外。柳如烟自卖自夸，没注意到为首的人不留痕迹的退了一步。他看都没看柳如烟一眼，扭头把目光转向惊魂未定的周光远，语气严肃而不带温度：周总，今年马上结束了，我司与周氏集团的合同都是1年1签，经过董事会的商讨，我们统一决定不再续约，还请周总另寻他司。几句轻飘飘的话像是晴天霹雳般把柳如烟定在了原地。他大张着嘴，露出了与身上装扮截然不同的丑态。后面几位也都说了相同的话，除了不再续约就是撤资。周光远更是傻眼了，差点眼前一黑晕过去。他颤颤巍巍地站起身，此时也顾不上什么姿态了，一瘸一拐地拽住几人，哪怕被甩开了胳膊，倒退几步一屁股摔在地上，他也迅速爬起来，不敢发作，卑微地讨好道：张总、李总，您别跟我开玩笑，这些年咱们几家合作一直都是营收的状态，怎么会说解约就解约？营收？为首的张总似乎被他这句话点起了火气。周总，你就算放心到把公司交给手下全权打理，也得重点关注公司账务吧。这些的损失我们没让您赔，已经是仁至义尽。就是，你还有脸提收入？李总是个不好惹的。前几天产品直播事故你们是怎么处理的？还有这些天的恶意舆论，你又是怎么干预的？周光远一脸懵的听着几个人的质问。他这些年确实没怎么过问公司的事务，因为在我的管理下，公司一直稳定上升，从没出现过意外。新年将至，正是消费高的时候，每年这种时候我做出的年终收入汇总都是一笔漂亮的数字，合作方们更是毫不迟疑的续约。今天这种状况，周光远确实没见过。李总，您先别生气，我立刻就把负责人叫过来解释。李总，您先别生气，我立刻就把负责人叫过来解释。办公室的隔音不错，但员工们还是听到了里面的争吵声，手里的工作不由得停了下来，生怕抽到自己。听到周光远怒吼出自己的名字时，刘杰脸色发白，
差点把手中的鼠标甩飞出去。我离开之后，资历最深的就是刘姐，属于我的大部分工作都也交到了她手上。刚敲门进去，刘姐就被周光远骂了个狗血淋头。刘林，你给我好好解释解释，是怎么回事？刘姐简单描述了几句事情经过，周光远越听冷汗冒得越多。对接商品价格标错，质量问题，公关部草草接过，不予回应。舆论已经炸了，网上各处都是避雷贴。周光远气得心脏都在抽痛。这种问题都处理不好，我要你们是干什么吃的？2小时内处理不好，就都给我滚蛋！这会隔音墙已经完全不起作用，外面的员工自然也听到了这句话，着急忙慌的四处张望，却不知道从何下手。面对合作方，周光远又是截然不同的一副态度。张总、李总，你们放心，这件事我一定会处理好，也一定会给大家一个交代。李总嗤笑一声，他刚才进来时，特地看了办公区的人员里没有我。李总嗤笑一声，他刚才进来时，特地看了办公区的人员里没有我。周总，话别说的这么满，您的员工有能力解决这个问题吗？面对李总的质问，刘姐羞愧的低下头。别说是他，就算所有人共同加班商讨，也得不出处理方向。周总，刘姐的说话声中已经带上了颤音。2小时可能解决不了。这个时候说出这句话，无疑是在打周光远的脸。尤其几分钟前，他刚承诺了会以最快的速度把这件事解决。什么叫解决不了？周光远瞪着刘玲，手指头差点戳到他的脸上。以前出事故的时候，从来都是2小时内解决，把公司损失降到最低。这一次怎么就不行了？他胸膛剧烈起伏，下一句话还没说出来，脑中突然想起，从前这种命令他都是下给我的，我从来没说过完成不了，而是以最快的速度进行人员调配和工作分支。周总，以前这种事儿都是程峰负责，我们确实没直接接手过啊。听完刘玲的话，周光远心里一阵后怕。扩展客户靠的是我，商讨合作靠的是我，就连公司内部问题靠的也是我。那现在呢？周光远后背的冷汗已经把衬衫湿透。他在脑子里想了一圈，竟然找不到一个能替代我的人。他在脑子里想了一圈，竟然找不到一个能替代我的人。事故是什么时候发生的？刘玲想都没想，脱口而出：前天。周光远猛地想起，前天就是我离职的第一天。发生这种事儿，为什么不早告诉我？刘玲猛然一抖，被他的气势吓退了几步，眼神无意识地飘向柳如烟。他这个举动无疑是在告诉周光远，一切都是柳如烟的意思。果然，柳如烟心虚了。周总，我是怕影响您的心情，没等柳如烟说完，周光远突然抓住了他的手腕，眼睛里重新亮起希望。如烟，你之前策划案做得这么好，面对这种问题也一定能解决吧？24小时内处理好，我给你发奖金。这一次柳如烟不敢争了，而在外偷听了许久的小何也终于忍不住敲门进来。他一五一十地跟周光远讲述了柳如烟是怎么窃取我的文件和成果，然后打着我的幌子在外谈合作的。其实聚餐那晚，小何就把写好的欠条拍给了我。无论他是良心发现，还是看出了柳如烟根本就是个没能力的只捞，我都不想再探究了。李总看了这么大一出戏，心里却完全没有看热闹的意思，只为我感到不值。几个人对视一眼，最后还是张总开口道。周总，你比我们都年轻，作为过来人，我还是要劝你句，员工是公司的血液，至于程峰，更是公司的骨干。2年前我试着挖过程峰，承诺给他开3倍工资，程峰拒绝了，告诉我周总对自己有知遇之恩，他不敢忘。现在你却亲手把他逼走了。李总恨铁不成钢地看了他一眼，都说无益，我们走。他们离开后，周光远被刺激得晕了过去，但这一切都与我无关了。另一边，我跟着恒隆集团的总裁助理来到了18层，推开门，是坐在正中间的顾恒洲。这个名字，这张脸我听过，看过无数次，这次终于见到本尊了。我不卑不亢地问了声好，顾恒洲点了点头，让我入座。既然人齐了，我们就开始开会。我愣了一下，意识到原来整桌的人都在等我，心中顿时有些后悔没能早点出门。小程啊！我的思绪被2声呼喊拉回，旁边身形微胖的男同事伸出手在我眼前晃了晃。顾总喊你呢。我望过去，对上了顾恒洲有些疑惑的眼神。如果不舒服，不用强撑。没事。我嘴角扬起恰到好处的微笑。抱歉，刚才走神了。周围人你看看我，我看看你，有些吃惊。我还以为是自己的回答不够有诚意，刚想张嘴再添上几句，男同事又开口了。小程，别紧张，大家都很好相处了，你可以叫我小胖。我最近正好在减肥，算是鼓励我了。减肥？谁昨天凌晨2点喊我出去吃夜宵？看着他们笑着挖苦对方的样子，我有些吃惊。本来以为像恒隆这种大公司一定是等级森严，规矩众多，现在看来同事们似乎还挺好相处。顾恒洲轻咳一声，几人做出拉拉链的动作，闭上了嘴。会议的最后，顾恒洲喊了我的名字。程峰，程先生，还需要介绍吗？从今天开始，他就是策划部的新总监，各位好好相处。我惊了，没想到顾恒洲会把这么重要的角色派给我。刚想拒绝，周围瞬间响起激烈的掌声。小程，
欢迎你啊。程峰，我早就听说过你的大名，今日一见，你比传闻中还厉害。成哥，你对公司有什么不熟悉的话，可以来问我。成哥，你对公司有什么不熟悉的话，可以来问我。我有些迟疑的点了点头，眼神飘向顾衡舟，他肯定般的看着我。既然如此，那我也不客气了。我本身就是个对自己要求极高的人，从前在周光远手下时，会主动带着所有人一起进步。现在换了地方，我也不许有人在我的组里浑水摸鱼。简单了解了工作内容，我便回了工位，思考着要不要请全组人喝杯下午茶。结果下一秒，一个手机递了过来。程峰哥，你看看喝什么？我愣了一下，原本在心里想好的话脱口而出：我请吧，你们随便点。那人有些疑惑的看着我。下午茶是公司出资，不用自己掏钱。我点好一杯咖啡，把手机递给了下一个人。原来同事们之间的关系不需要只靠我一个人付出。下班时，我像往常那般准备加班2小时再离开。小胖见我还在办公，轻手轻脚的戳了戳我的胳膊。小程，你怎么还不走？我工作的太投入，发现公司早就空了大半，这才想起方才似乎有很多人跟我说再见。我尴尬的笑了笑，把最后的工作处理完。小胖瞥了眼我的电脑，你这还没弄到一半，得加班多久啊？顾总那边也不急着要文件，明天再做。公司不提倡加班，你可不能内卷啊！我想着刚来还是要融入集体，还是跟着大家一起按时下班。走在路上，我反而有些茫然，因为作息不规律，我常年不吃晚饭，现在胃部没有一点饥饿感。小胖一行人见我走神，心里似乎猜测出什么，试探道：不然我们去吃饭吧。他们努力的把我拉进正常人的生活。接下来的几天更是颠覆了我的观念，没有下马威，没有背后说闲话，没有人对我的空降引义。我知道这些有我自己能力过硬的原因，但更多的是公司里的人原本就有良好的品德。这样的日子过去了整整1个月，我的身体和作息也被慢慢调整，外貌更加容光焕发。如往常般下班时，却在公司大门前见到了周光远，他一脸憔悴，西装上全是褶皱，像是好几天没有换洗过。我有些惊讶，周光远有洁癖，对待自己也是一丝不苟，我还从来没见过他这副模样。公司前台看到我出来，悄声道：程哥，你走侧门，我帮你拦住他。小胖一行人也认出他是我前老板，生怕闹事，一个个站到了我身前，一阵暖意涌向心头。我笑着把他们打发走，然后一步步站到了周光远面前。他有些窘迫，磕磕绊绊道：程峰，你现在过得真好啊！这次来，我是想问，你能不能回公司？说完，他像是自己也觉得荒谬，有些狼狈地低下了头。你现在过得真好啊！这次来，我是想问，你能不能回公司？说完，他像是自己也觉得荒谬，有些狼狈地低下了头。其实我早就听说过周氏集团的下场。那天的全网黑之后，因为没有及时做出回应和解释，集团的名声一落千丈，越来越多的合作方解约，再加上竞争对手的打压，周氏很快被拉进全行业的黑名单。至于柳如烟，本来就是偷了我的成果，别说突发事件，她连最基本的文件都处理不好。柳如烟因为决策失误被当场辞退，无数家公司避雷，那些普通员工更是失了主心骨。从前我在的时候，他们只需要听指令完成。从前有我兜底，我一离开，他们迟迟不敢下手，公司的名声一落千丈，也没有新人加入，辞职、裁员，到最后只剩下几个老员工坚守在公司。周光远不愿看自己的商业帝国就此崩塌，纠结了好些天才放低身价来找我。程峰，我想通了，公司发展到今天离不开你，周氏也是你的企业，难道你愿意眼睁睁看着它倒闭吗？我知道你还因为年终奖的事生气，只要你肯回去，所有原本属于你的钱我都会还回去。你讨厌柳如烟，我也把她辞退了。程峰，你帮帮我好不好？他说到最后眼眶微红，声音都哽咽了，只可惜打动不了我。周光远，我给过你很多次机会，之前我喝酒喝到胃出血，只是想请1天假，你以扣光整年全勤奖为由逼着我上班。我说公司新来的员工合伙来针对我，老员工视而不见，你让我忍忍，不能因为裁员给公司造成损失。我因为工作1天没有吃饭，在晚上按照正常时间下班后，你说我不务正业，扣了我半年的房补，害我无家可归，诸如此类的事件，我说不清也算不完。周光远，我给过你很多次机会，是你没有珍惜。你走吧，就算你把整个公司都赔给我，我也不会离开恒隆集团的。说完，我像当初那般扭头就走。周光远慌了，癫狂的冲向来想扯住我，被保安们拖了出去。下一秒，小胖手中的面包飞了过来，几个人围着周光远对他一阵输出。别碰瓷哈，我们前台小妹妹录像呢，你但凡碰瓷，我们就报警。我要程峰，程峰，小程先是他自己，后是我们恒隆的员工，最后才是被你逼走的前员工。你有什么脸过来求他原谅你？小胖的嘴是真的损，我没忍住笑出声来。追寻了那么久的友谊和事业，我终于在这一刻找到。我上前一步，在周光远期待的眼神中笑着说：我先走了，你们别打太狠，小心被他讹钱，他最会搞事了。程峰哥，你放心，我们工作留痕，干坏事绝对不留痕。小程，你先去，一会儿见。好呀。
我在周光远逐渐变得暗淡，充斥着恨意的眼神，接通了巡查的回访电话。刚要说话，下一秒被小胖他们拦住的周光远突然向着我冲过来，双手想要掐住我的脖子，但这些都被早有预料的我躲了过去。不过我背后就是前台小妹妹，所以我也没有躲开，反而一下把几天没吃好饭睡好觉的周光远撂倒在地。录像存好，是他先动的手，刚刚我就报警了。前台小妹对着我比出明白的手势，所有人紧紧盯着周光远，小胖甚至借助体格优势制服了他。我起身前对着周光远最后补了一句：我本就不欠你什么，治玉山我用前半生还清了，我不欠你了，周光远。看着赶来的巡查们将周光远带走，我感动地和同事们说：感谢各位，今晚这顿我请，必须请，今日运动量超标了。你不是减肥吗？你那份加我碗里。走吧。